心中模糊，蓦然狂笑，怎敢等闲？付之一笑，奋起把路上的人啊，踏着梦长吧，在长风如昨的谎言。你三不知内定然有我，身为湖边震慑天下，身为河边傲立风华。尊前月下，且让我再度陪你身临下，且让刀光将那花瓶裁，且让长啸震荡那山海，且让少年如骨如骨如梨如蔓延花开。纵情高喊嘶哑的梦话，要对望着放肆笑，你懂吗？我心底那些话。陛下，老臣只是恪尽臣节，还请陛下明鉴。陛下，眼下正是千羽国数百年来的大劫难，如果陛下此时能够拯救黎民百姓于水火之中，那先帝在天的英灵也会为您感到骄傲的。父皇真的会为我感到骄傲吗？我这一生过的是迷迷糊糊的，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，自己到底是谁？没有人真正知道自己究竟是谁，但是他要明白自己想要做什么，并为此矢志不渝。千羽国经此妖乱，国内恶殍遍野，百姓举家奔逃，陛下您不能闭耳塞听啊！老臣知道，让您释放神力有如一场赌博，但老臣不得不让您赌这一次。国师深夜至此，不会为了只是开导我，让我接受这现实吧？老臣只是心怀忐忑，难以入眠，忍不住叨扰国王，小叙片刻。陛下，百姓待君，已能安之耳。明日过后，人心之向背，国祚之存亡，那就看昭昭天命了。我若偏不顺应着天命，大秦国王，一生经文为武，虚怀纳谏，虽为守城之君，却也开拓了我朝绵延数十载的修明盛世，令百官感佩，万民垂范。如今先帝虽已龙归碧海，凤返丹霄，但其志不灭。为了恢复我朝太平富庶之势，新君英明锐断，决意释放出体内的千灵神奇，降临凡世，责备苍生。我等能有如此体天爱民的人君，真是社稷幸甚，
天下幸甚。先帝千古，国王万岁！为国家尽忠，不仅是臣子的本分，也是九五之尊需要向天下唱明的圣道，还请陛下明鉴。何必多言，国师？你我君臣之谊，到此为止吧。陛下年幼之时，老臣常伴您左右，教您读书写字，家国纲常。陛下可否记得呀？提起三纲五常，你又可还曾记得什么是君君臣臣？父父子子啊，老臣不敢忘。只是陛下，可否还记得那圣贤书上说的“民为贵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”的道理呀？眼下这千余国，民废四起，匪乱不止，这可是先帝宵衣干食、夙兴夜寐才打造的大好江山呐！陛下，若不施此法，那千余国的百姓必将陷入这生灵涂炭的人间炼狱呀！施此法若能拯救苍生，我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；若不能呢，千余国必将成为一个笑话。陛下，您有神力招福，不必如此自轻。想当年，老臣不过是一个潦倒的书生，家徒四壁，幸得先帝垂青，才贵入机书。此等深情厚恩，老臣一直铭刻肺腑。如果此番陛下不幸登遐，老臣发誓，一定随您而去。在国师心中，只要千余国尚能存续，你我二人之性命皆不重要，是吧？只要千余国能够存续下去，老臣与陛下的性命都不重要。可我不想潦倒成仙，我只想做我自己喜欢的事。我有错吗？我有错吗？舍大道而营小利，非人君之所为。把国王请上雷公柱。是。这个老国师，真是个道貌岸然、大奸四忠的混蛋。尔专的父亲，会不会是被这个老国师给？你们俩能不能动动脑子？如果国师想要篡位的话，为什么不在他回国之前动手？为什么不接受殿下的禅让？你怎么也被抓起来了？你不好歹也是个官吗？哎，尔专不会被那个老国师给怎么样啊？先帝驾崩不过2日，境内内乱不止，新上任的国王又想离开千余国，这也会让千余国千万百姓寒心啊！啊？我们是不是不该拉着板砖跑路啊？国王本是随性之人，你们不该由他乱来。哎，祭祀开始了，现在国王请上雷公柱了。2位大哥，你们刚才说什么？闭嘴，别随意打听。别吵了！哎，这位大哥，外面发生什么事了？听说国师把太庙里的雷公柱给搬出来了。
虎子，欣桐啊，我们必须马上行动了。怎么行动？国师把雷公主搬出来了，他想强行引出神力。我们必须赶在国师动手之前把国王救出来。雷公柱是什么？雷公柱是我们千羽国用来引雷避雷的神物。哎呀，那国师不会要把板砖给劈死吧？没办法了，欣桐。哎，你干嘛呀？借你簪子一用，萧云子会飞剑，他肯定能用这个开锁。干嘛呢？磨叽什么啊？哎，你能开呀？走了。你早干嘛了？你总觉得我望之不似人君，起码我死的时候，有了那么一丝丝君王的样子，免得被天下人笑话。来吧。好，知我罪我，其为春秋；知我罪我，其为春秋。慢着！有刺客，呼叫！是。国师，不要再冥顽不灵了，赶紧停止祭典。拦住他们，若欲抵抗，杀无赦。是。萧云子，你想造反吗？萧云子就叫来迟，还望国王恕罪。我们千羽国的事与你们外人无关，赶紧给我下去！老糊涂！亏你还是千羽国的国师，你们只知道将自己的希望寄托在神明身上，却忘记了人定胜天，不觉得丢人吗？休在这里妖言惑众！国王以身许国，此乃大义之举。妖言惑众的是你，大义，神是你们的大义，但对我来说，他的命比什么都重要。想伤害他，先过我这儿。虎子，别管我了，你们走吧。少废话，今天我必须把你带走，欠我2顿罪花错。把他放下，结束这个仪式。别怪我不客气。你杀了我吧，就算化作鬼魅，我也要替千羽国完成这场祭祀。把他放下！把他放下！虎子，你们快走，走啊！板砖，国王。恭迎启灵神启，慈航下世，恳请神灵彰显神威，普渡万民，佑我千羽国长盛万年。哎呀，请灵神，请灵神，请灵神！请灵神，请灵神！如果你真的是神，你就不该让这个人白白为了你去牺牲。我求求你救救他！
众人皆睡，为何你独醒？你是何人？如果你真的是神，求求你救救我的朋友吧。肉体凡胎，皆有一死。若能脱去凡骨，化身为神，不正是世人所愿？我借他凡胎一用，便可满足这千羽国万人心中所愿，岂不甚好？板砖的命是他自己的，只有他自己能够做主。就算你是神，凭什么替他做主？凡俗情感，皆是虚妄，又何必为其牵绊？只需牺牲他一人性命，便可拯救一个国度和万千百姓，难道不是更有价值吗？那算什么价值？这就是你们神说出来的话。我不知道你是否能够拯救苍生，但你已经牺牲了一个无辜之人，你根本不配做神。你可知抵抗神意，诋毁神明的后果？若神皆如此，我有什么不敢抵抗？我只相信人定胜天。若遇不公，神当杀神，佛当杀佛。不知天高地厚。神就这点能耐啊！狂妄！金刚诀？你怎么会有金刚诀？金刚诀500年前斩杀妖帝，今日就杀你这个假神，给板砖报仇！原来如此。父王，父王，父王，父王！虎子，虎子，虎子！青铜，小轩，小……你是谁？我在你体内住了这么久，你却不认得我。你是启灵神？你怎么长这么小啊？眼前所见，不过是空相而已。那他们是谁？那些是日日向我跪拜、祈求之人的欲望。欲望？世人都爱功名利禄，并因此生出太多执着与妄念，终陷苦海之中。与其说他拜的是神，不如说拜的是自己的欲望。这便是世间痛苦与罪恶的根源。我不管这些，我就问你，为何要一直寄居在我们王氏一族的意识里面？人神之间各按其所，难道不好吗？这是我与你王氏先祖500年前定下的契约。你的先祖王千羽有着一颗建国立业、守护百姓的初心，于是我便助他开疆拓土，创立千羽国。我的神识也自他开始，便寄居在你们王氏一族的意识中，代代相传。
我会在每一代中选择一人，成为我闭关修行的容器。成为容器之人，寿命会随之减少。所以，你的先祖们都没有人活过60岁。就因为这样一份契约，我们王氏一族难道一直要做你的囚徒吗？如果你拒绝神识庇护，那千羽国绵延500年的国运该如何？你们祖先渴望庇护千羽国的愿望又该如何？可你刚刚不是说他们跪拜的都是自己的欲望吗？若我们王氏一族真的靠着神识来治理国家、安抚百姓，难道这不是虚妄吗？你身为神明，也觉得这理所应当？世人皆以为王氏江山有神的庇护，却不知这500年来，我一直闭关修行，在时间的长河中俯瞰众生，从未帮助过世间任何人，参与过任何事。所谓神佑，皆是虚幻，只不过是千羽子民的精神寄托。千羽国500年来的繁荣昌盛，靠的是励精图治的王氏家族，以及辛苦耕耘的万千百姓，是人为而非神力。你们人的力量，才是无穷的。你是说，这一切都是靠我们自己的力量？是的。那我们千羽国的这次劫难，也可以靠自己解决？一切万法不离自性，我与你王氏一族的契约是时候解除了。这便是当初我与你先祖定下的契约。从今以后，你便自由了。记住，无论何时何地、何种处境，遵从内心，事在人为。那他们怎么办？这个问题留给你自己去寻找答案吧。虎子，虎子，虎子，你醒醒，虎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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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活了，你没事啊？虎子，你累死我了！那个神呢？啥？我刚才为了你，都跟神打了一架。你倒还跟神打了呀？我都没出手呢，差点能给我打死。我来给你治治。天上地下，唯我独尊！哎！哎，你要谋杀我呀？没效果吗？天上地下唯……哎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！怎么回事啊？刚刚启灵神和我解除了契约，我神力也没了。抱歉啊，让你白挨了一转。你活着你。本传，太好了！我好像
梦见启灵神了。我梦到启灵神了，我也梦到启灵神了，我也梦到启灵神了。启灵神对我说，千羽国这么多年都是靠咱们自己的力量啊。是啊是啊，他也这么跟我说的。启灵神在梦中点化我，他说：“千羽国延续至今，靠的不是神，是我们人。对，就是靠我们自己。没错，就是靠的我们自己。陛下，老臣真是愚蠢至极呀！我竟然以千羽国的国运相威胁，还联合官员百姓，要把您当祭品。老臣真是罪不可赦呀！请国王恕罪。是，国师快快请起。我知道，你是一心为了千羽国。千羽国从荒芜之地建国，到富强繁荣，历经了万般的艰辛与痛苦，靠的是君臣同心，大家共同的努力。我相信，靠我们自己，依然可以重拾家园，再创往日辉煌。明海之威事关整个大陆，我们千羽国也应当尽一份自己的力量，而不是在此等待他人的救助。我们定与国王齐心协力，共度明海之危。共度明海之危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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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共度明海之危。金刚诀已经被激活了。是啊，就在跟启灵神交手的一刹那。启灵神果然对世人心存护佑，算他还有点良心。哎，启灵神在走之前告诫我，一定要听从内心，事在人为。行啊，这金刚诀激活了，我们也该回伏龙国了。你怎么想的？是啊，本尊。你现在已经得到千羽国上上下下的信任与拥护，重建千羽国也需要你。你怎么想的？我当然是要跟你们一块儿回去。你放心，这儿的一切我已经交代好国师了。明海危机若不解决，何来千羽国的长治久安？我们当务之急就是要去明海解决的危机源头。国师，留步，诸位留步。陛下，陛下此去明海危机重重，陛下多多保重啊！国师，解除明海危机是守护千羽国之根本，待我凯旋而归。先帝若是看到陛下今天的样子，一定会很高兴的啊！国师起来说话。
我不在的期间，千羽国就交给你了。请国王放心，我们一定会守护好这千羽国的。国王请留步。这些都是千羽国最优秀的战士，得知国王宏愿，愿誓死追随。此行怕是有诸多的困难与艰辛，你们可想好了？愿意随我一同前去？我等誓死追随，我等誓死追随，我等誓死追随，我等誓死追随。好。大老爷，今日我稳固人身之后，我和莫姑子配合练功，力量更上一层了。好，好，怎么了，大老爷？你身体还行吗？不碍事儿，不碍事儿。小轩，陪为师到外面走走。好。小心。你有没有想过，如若日后你真的到了巅峰谷，遇到了炎，你们之间会怎样？我不知道，炎对我一直怀恨在心，但我和他毕竟是兄弟，兄弟相残，是人间至苦，这也就是双生元神的残忍之处。但为师总觉得，如若兄弟之间的恩怨得不到化解，无论谁生谁死，都是最深最深的遗憾呐。您说的话我记住了。等我找到他，定会找他好好聊一聊。自从先祖把为师给造了出来，迄今为止，为师已经活了500余年。500余年，真的是够久够久了。大老爷，您这话什么意思？见过了人世间太多的生生死死，为师已经把生死看得很淡了。为师身为一个法器，但也会有寿终正寝的那一天。不是，好好的，总提什么生死啊？小轩呐，今日是你恢复人身的第7日，也到了为师与你道别的时候了。大老爷，您身为法宝，再有500年寿命也是正常的。平日里您爱开玩笑也就算了，这种事开不得玩笑。大老爷，你怎么了？你身体为何这么虚弱？难道7日前，若没有此法，你的元神就会彻底消亡。您为何不告诉我呢？
小轩，别难过，先祖给了为师生命，为师现在把他还给了他的后人，也算是功德圆满了。您的话我都铭记于心，但是我舍不得您。小轩，要忠于自己的初心，身怀正气，一往无前，也不会枉费为师对你的付出。大老爷，大老爷，突然想起你小时候，那个时候，你日日倚窗练字，晃而不应，10余年的光景，就这么一下子过来了。战火掀起热浪，坚强如锋芒。乱世之下，大义之上。若命运注定会羁绊，人间螺旋花有多复杂？再跌宕，也携手共闯。日月之下，守望曾鲜衣怒马，潇洒于苍茫。不怕逆境千万，只怕天各一方。日月之下回望，忆少年悲欢，书一纸佳话。梦一场，梦一场，初心不换。心落苍苍入晚霞，风声萧萧曾牵挂。长夜漫漫见微凉，心一缕光。日月之下，守望曾鲜衣怒马，潇洒于苍茫。不怕逆境千万，只怕天各一方。日月之下回望，忆少年悲欢，书一纸佳话。梦一场，梦一场，初心不换。记忆江湖四方，与你无憾。我这条命是大老爷给的，他用所有的法力保全了我的元神。大老爷守护了齐家500年，这份恩情，齐家无以为报。大老爷，我会铭记您的教诲，带着您一起好好活下去。大老爷，请受老身一拜。等虎子闹完肚子，我们就赶紧启程。他怎么那么耽误事儿？等过了这个峡谷，就离伏龙境内不远了。我记得前面有个古镇叫向阳古镇，大伙肯定都已经饿了。等会儿我们去买点吃的。我，那个镇子已经荒废很久了。啊，荒废了？对，镇上人发迹之后，有的人去了伏龙国，有的人去了千羽国，所以没有人了现在。哦。
千羽国要是……光天化日之下，哪里来的强盗？小丫头，挺能打架的嘛。小丫头不是你能叫的，当心要了你的命！把人带走。是。青铜不见了，追！大首领，大首领回来了！好，大哥，回来了。老二，家里没事吧？放心吧，有我在。怎么还拖个女人回来？行了，都散了吧。准备好饭菜啊！哎，干嘛呢？打架了？欣桐去哪儿了？被抓了。被谁抓了？巨轮国的人。追啊！等会儿，你帮蛮子收拾山谷路线，如果贸然前进的话，很有可能中他们奸计。都怪我，这会儿闹什么肚子？那现在怎么办？你之前说向阳古镇已经废弃，他们很有可能在那儿安营扎寨。奇怪，之前的巨轮国可从来没出现过这种情况。等他醒了，抓紧时间准备一下。是。我的枪！你们究竟是什么人？为何要将我带到此处？西城下，鼓舞蹄声响彻山外。放飞尽，陪你一壶浊酒入怀。曾有潜入知己，今朝竟与你促膝。墨色里，你若为山，我为林。命阴霾。然而相逢温柔，万难结拜今夏，聚散不忘对我。才惊觉，
曾让我破茧的并非刀光，而是那一句你要陪我闯。我受人切碎，还有我懂你的无畏。我悲歌万年解剖，你依然有我。或复或为何？因为你，我才敢执着。狂奔着，踏过这大漠。我受人切。